拓跋老，你暗杀小爷不成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你朱天门不是一直想要开启这盏妖大地幕？如今小爷我帮你开启，只是奈何这盏妖大地幕的一些宝贝必须要用特殊的法宝才能开启，连小爷我也是无可奈何，还要多谢你派那些庸才带来了那些法宝，成功开启重重大门，终于让小爷有所收获。拓跋老，你可真是小爷的乖孙儿，帮了小爷大忙。混账！看到这里，拓跋承安顿时火冒三丈，他已经知道那位捣蛋的人是谁了，所以抢夺你们宝物的是修罗那个小兔崽子。拓跋承安对先前被抢夺宝物的众人问道，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并且他们也不叫修罗，他们自称是修罗的属下。黄大师说道，什么手下？听得此话，原本怒气冲天的拓跋承安顿时脸色一变，不仅是他，朱天门的其他长老也是如他一般，关于修罗他们自然清楚，之所以派人冒充红衣圣地的人去暗杀他，就是因为那修罗来历不明，他们害怕修罗身后有庞然大物撑腰。虽然后来那修罗发出信函，已经明确的说他身后没有庞然大物，可是现在为何有这么多强大的存在，说是那修罗的手下，这让他们不得不去思考，那修罗的身后到底有没有人撑腰？这个修罗他们到底还能不能动？太上长老大人，这可怎么办啊？无可奈何之下，众位长老都将目光凝聚在拓跋承安的身上。斩妖大地幕对于他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他们实在无法做到眼睁睁地看着斩妖大地幕内的宝物被他人所得。可是那修罗又来路不明，只是一群手下都让他们损失惨重，就连手握诸多开启斩妖大地幕至宝的黄大师都是无可奈何，这让他们对修罗又充满了忌惮，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莫慌，这件事情本尊可以为你们解决。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那声音非常诡异，竟是两种声音，一个尖锐，一个粗犷，似是女子与大汉同时说话，可是偏偏那声音传自一个方向，并且出自同一个人的口。只见那位站在诡异的战车之前，他面色惨白，宛如白纸，身形消瘦，似是骷髅。虽说他极为消瘦，可身材却极其高大，竟然高大10米有余。此人的面容也是颇为诡异，但最为诡异的是那双眼睛，那好像根本不是人的眼睛，而像是猛兽的眼睛，而他便是大名鼎鼎的血雾天尊。血雾天尊，你真的能够帮我解决？拓跋承安问道。你们丢失的宝物，本尊可以全部帮你拿回来，这盏妖大地幕内的一切都将属于你朱天门，任何人都拿不走，甚至那些抢夺你们朱天门宝物的人，本尊也可以替你们抓回来。血雾天尊说完此话，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且那诡异的目光也是落在了拓跋承安的身上。此时拓跋承安的脸色变得难看，从他闪烁不定的目光可以看出他在做着艰难的决定。好，我答应你。忽然拓跋承安说道，很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过拓跋长老既然答应了，你可就千万不要后悔，否则本尊会让你朱天门付出惨重的代价。血雾天尊说道，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你，就一定会做到，只是若是你无法将那些宝物夺回呢？拓跋承安反问道。若是本尊失手，分文不取。听得此话，那血雾天尊嘴角的笑容变得更加诡异，随后只见其身形一纵，便化作一道光线，笔直地掠入了那结界大门之内。太上长老大人，您觉得血雾天尊能够对付得了那个修罗吗？此时朱天门的长老纷纷问道。经过先前的一幕，他们对修罗以及修罗的手下都是非常的恐惧，若是他出手的话，一定可以。可谁曾想，就在此时，那黄大师却是开口了。此时黄大师目光凝视着那个入口，哪怕说话的时候，他的目光也是没有离开过分毫，就像生怕错过什么一样。血雾天尊，他可不是寻常的龙纹级圣袍界灵师能够比拟的，他精通所有阵法布局，身上携有破解玄妙阵法的至宝，只要他肯出手，天下间没有任何一计是破不开的。只要他肯出手，不管那个修罗是何方神圣，都要倒霉。只是他太难请了，我本来以为你们请来的是一个假的，或者是你们故意找人伪装的，目的就是给我和欧阳大师压力，不曾想你们竟然真的请来了血雾天尊本人。话到此处，黄大师忽然将目光移动，放在了拓跋承安的身上。只是能够请来血雾天尊，你们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听得此话，拓跋承安的脸色也是有些变化，那代价的确很大，可是到如今他也没有其他办法。黄大师，你失败了，应当把你的报酬交出来了。拓跋承安说道。哼，你放心，我黄某人是一个有底线的人，既然我未能完成任务，自然不会收取你们的报酬。黄大师说话间便手臂一扬，将自己先前收取的报酬还给了拓跋承安。但是他的脸上不仅没有丝毫不爽，反而是一脸期待的再度看向了那入口，能够看到血雾天尊的身姿，老夫此行已是值了。黄大师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使得那诸天门的众人也都纷纷将目光落在了那结界入口上。黄大师也是顶尖的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他对那血雾天尊如此推崇，这让诸天门的人也很好奇，那血雾天尊到底有着怎样的本事。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惨叫传来，是一道身影从那结界入口掠出，趴在了地上。看着此时趴在地上的那位，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动，尤其是拓跋承安等人都在仔细观察那位，想要知道这个与他们为敌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伙。可是那趴在地上的人身上有流转的光华，根本看不清模样。就是他，太上长老大人，就是这个家伙抢的我们至宝。而下一刻，诸天门的许多长老都发出了愤怒的指责。通过他们的指责，拓跋承安也是确定了他们的猜测，果然这位便是与他们为敌之人。你是何人？与那修罗是何关系？拓跋承安问道。哼，本尊乃修罗少主麾下
18圣尊之一，趴在地上的那位说道。尽管他此时尽显狼狈，可声音却非常霸道，就宛如他是天地间的王者一般。18圣尊，而听的这个称谓，诸天门的众多长老也是神经一紧，随后面面相觑，眼中竟然涌现出了浓浓的不安。他们最怕的是什么？他们最怕的就是那修罗。身后有强者撑腰，可是听到这位的话语之后，则是让他们意识到了一些不妙。感动本尊，你怕是不知道本尊的厉害。而就在此时，那原本趴在地上的那位，竟突然站起身来。起身之后，他的身体开始向高空飘去。与此同时，那围绕着他流转的光芒也是变得越发明亮。那光芒竟能影响天地。猛然间，山石迸碎，大地碎裂，连虚空都是剧烈摇晃。那强大的力量，就连拓跋承安也是眉头紧皱。他能感觉到对方所拥有的力量非常的强，哪怕是他也没有把握能够胜过对方。最重要的是，对方的力量非常古怪，那不是武力，也不是单纯的结界之力，但却非常的强横，且极为的神圣，就宛如那是可以主宰一切、改变命运的力量一般，让人心生敬畏，不敢亵渎。可忽然之间，那位已经漂浮到半空的家伙竟然一声惨叫，紧接着便如断线的风筝，失去御空之力，笔直的飞落而下，最终狠狠地摔落在了地上。对于这一幕，所有人都感到不解，那个家伙明明如此强横，刚刚还要对付他们，怎么会突然之间又如此狼狈地摔在了地上？然而就在众人不解之时，在虚空之上凭空出现了数根血红色的柱子，那血红色的柱子如同利剑一般从虚空飞射而下，随后依次穿透了那位的身体，将那位狠狠地钉在了地上。身体被穿透，那位身上流转光芒的家伙惨叫声也变得更加凄惨。而此时人们也是看得清楚，是谁做的这一切？是血雾天尊。此时血雾天尊已经出现在了那结界入口，是他运用至宝的力量，轻而易举的就将那位流转神圣光芒的家伙给制服了。见此一幕，所有人都感到叹服，先前那位所释放的力量是那么的利奥的，连拓跋承安都是感到不安，可是却被血雾天尊如此轻易的制服。此时他们似乎知道为何连不可一世的黄大师都对血雾天尊如此推崇了。这血雾天尊的确强的有些可怕，简直就像是一个怪物。混账东西，你胆敢伤本尊者，我兄弟不会放过你！那位被血色柱子钉在地上的人发出愤怒的咆哮。本尊者密动群圣，在本尊面前就休要装神弄鬼了，就凭你们的本事也配以尊来自称？血雾天尊以讽刺的说道。密动群圣。而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是一愣，因为密动群圣这4个字，诸天门的人可是听闻过的。难道说眼前趴在地上抢夺他们宝物的是密动群圣？可是不应该啊，密动群圣应该没有那样的本事才对。而就在此时，那血雾天尊的手中出现了一把拂尘，那拂尘非常诡异，竟是血红之色。忽然间，血雾天尊挥动了一下手中的那把血色拂尘，顿时一道血红色的劲风自其身前浮现，对着那位光芒流转的人席卷而去。血色飓风袭来，那位的声音变得更加凄厉几分。而当血色飓风掠过，人们可以看到那位身上流转的光芒已然消失不见。此时，一个身穿长袍的人趴在地上，那个装扮正是密动群圣，此人便是密动群圣的老妻，竟然真的是密动群圣，好大胆！你们这群家伙竟然敢抢夺我诸天门的至宝，是不要命了不成？当诸天门的人发现那抢夺他们宝物的竟然真的是密动群圣之后，先前内心的恐惧立刻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乃是无尽的愤怒。毕竟在他们的认识当中，密动群圣虽然有些手段，但也不过是一群低级的鼠辈而已。在他们眼中，密动群圣连黄大师和那位逃脱的欧阳大师都是远远不如，自然而然的也就不会将他们放在眼里。可是想一想，他们先前居然被密动群圣所戏弄，那内心的怒火自然也就增倍的爆发而出。此时他们双眼血红，杀气奔腾，恨不得立刻将密动群圣撕成粉碎，哪怕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喝了他的血，也无法泄心头之恨。先别急着动手，这样的小老鼠还有10只，待得本尊一网打尽，你们再收拾他们也是不迟。血雾天尊说完此话，便转过身，再度踏入了结界大门之中。该死的！而看着血雾天尊那自信满满的背影，密动群圣的老妻甚至忽略了身上被穿透的痛苦，目光之中满是担忧。血雾天尊太可怕了，明明他已经得到了斩妖大帝的认可，在这墓地内外拥有着极为强大的力量，可是面对血雾天尊，他却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这让他非常担心他的其他兄弟，害怕那些兄弟都被血雾天尊抓获。斩妖大帝墓神秘莫测，哪怕密动群圣得到了斩妖大帝的认可，掌握了特殊的力量，但也有很多地方是他们所无法到达的，甚至哪怕是那神秘莫测、本领通天的血雾天尊也无法到达。就比如这一座昏暗的大殿，这座大殿非常的大，大到无法估计，简直就是一个世界那么辽阔。可是在这极为巨大的大殿内，却只有着一道道散发微弱光芒的蜡烛，散落在大殿之中。那微弱的光芒根本无法照亮这辽阔的大殿，所以大殿非常的昏暗。昏暗的地方往往透露着诡异，让人不安。可这座大殿却是不然，大殿之内不仅没有诡异的气息，相反却充斥着神圣以及威严的气息。这里是毋庸置疑的圣地。忽然，一道结界门凭空而现，出现在了这大殿之中。紧接着，一道身影也是从那结界门之内摔了出来。他是摔出来的，从结界门出来之后，便直接趴在了地上。他衣衫破碎，浑身是血，破开肉绽，血肉模糊，就宛如经历了酷刑。总算成功了吗？可是尽管遍体鳞伤，虚弱至极，可那位不仅没有一丝哀嚎，竟然嘴角
还扬起了一抹极为兴奋的笑容。此人正是楚风。当楚风踏入那道传承大门后，他所面临的可不是刀山火海，而是真正的鬼门关。那重重障碍，每一道都是真正的煎熬。但很显然，楚风尽管身负重创，但还是闯过了那些难关。此时，楚风努力撑起身子，想要站起身来，可扑通一声，楚风再度趴在了地上。他竟然无法起身，他实在太虚弱了。他虚弱的不是肉身，而是灵魂。可忽然间，一道光芒从天而降，笼罩到了楚风。在那光芒的笼罩之下，楚风的身体竟然开始发生变化。那身上的伤口不仅开始快速愈合，就连破碎的衣衫都随之修复，而楚风的那受损的灵魂更是随之痊愈。这样的变化，就连楚风也是喜出望外，因为他知道他究竟受了多么重的伤。身为界灵师的他，更是很清楚那样的伤势是多么的难以医治。可是那样难以医治的伤势，居然在瞬息之间便立刻恢复。那治愈他的力量，简直是他从未见过的强大力量。此时，楚风忽然起身，望向了大殿的深处，他那坚定的目光却充斥着复杂的情绪。多谢前辈。随后，楚风便赶忙抱拳施礼。楚风能够感觉到，刚刚那医治自己堪称神奇的力量，乃是由人施展，而那施展之人便在大殿深处。只是这座大殿太昏暗了，大殿深处更是漆黑一片，楚风看不到那位的模样。你能走到这里，还是有点东西的。而就楚风开口之后，一道苍老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紧接着阵阵脚步声向楚风靠近。楚风知道是那位在向自己走来，此刻楚风不敢怠慢，也不敢贸然上前，而是以恭敬的姿态站在原地，等待着那位的到来。但楚风却很期待，他知道对方一定是一位非常强大的人，甚至可能强大过、超过楚风之前所看到的任何一个人。所以楚风很想知道这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终于，一道身影自黑暗走出，出现在了昏暗的光线之下。尽管光线昏暗，但楚风还是能够看清此人面容。只是当楚风看到此人之后，却是目光变化，眼中有了一抹淡淡的意外。那声音明明是一位沧桑的老人，可是此时出现在楚风面前的，却是一位风华正茂的中年男子。此人有着一双深邃的眼眸，那是经历了无尽岁月的洗涤才会拥有的眼神。虽然是中年模样，可却无法掩饰他那英俊的容貌。那稀落而淡淡的胡须，更是让此人的气质增添了几分粗犷的血性。只不过这位乃是一道灵魂体，但他的身后却背着一把大剑。虽说他是灵魂体，可其身后的那把大剑却是一把货真剑实的剑。此剑宽3尺，长3米，是一把真正的大剑。大剑为古铜之色，看起来极为厚重。虽说那把剑已是锈迹斑斑，似是一把废剑，但楚风看到那把剑，却像是看到了一个年迈的老将军。虽说如今的他锈迹斑斑，似已不复当年之勇，但从他那满是伤痕的身姿，楚风也能想象当年的他是多么的勇猛。忽然，楚风弯腰施礼：“晚辈拜见斩妖大帝。”楚风以谦卑的语气高声说道：“你怎知我是斩妖大帝？”见楚风这样称呼自己，就连那位也是一愣。可是他这个回答却也证明了楚风说的是对的。晚辈没有根据，全凭感觉。前辈虽是灵魂体，但气场强大，而此处的一切气息都臣服于前辈。而此地阵法强横，尽藏玄机，能够在此处散发主宰之气的，想必唯有此处的主人斩妖大帝。楚风说道：“你小子倒是会说话，不过老夫真身已死，如今不过是一道残魂。准确来说，斩妖大帝已经死了，老夫也算不得是那个当年的斩妖大帝。”那斩妖大帝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随后说道：“你一路走来，过关斩将，一切的一切，老夫皆是看在眼里。你有资格得到老夫的传承，只是能否得到，还要看你自己的本事。”斩妖大帝说话间大袖一挥，立刻有4本卷轴出现在了楚风面前。看到那卷轴的颜色，楚风知道那是尊境武技，并且从卷轴的颜色，楚风可以猜测那应该是3本2段尊境武技，1本3段尊境武技。看来这些东西对你诱惑不大。那么这一件呢？斩妖大帝笑了笑，随后手臂又是一挥，又有一物出现在其身前。那是一个蓝色的宝石，宝石不过珍珠大小，但形态却有些奇特，似乎一个雕像，如一位武者盘膝而坐。这种形态的宝石多半是雕刻而成，可这颗宝石却没有雕琢的痕迹，浑然天成，似乎天生如此。而看到这颗蓝色宝石的一瞬间，楚风的心弦都随着震颤。楚风能够在这颗宝石之内感受到极为玄妙的东西，那是对结界之力有着极大帮助的东西。难道说这就是密洞群圣所说的那件宝物？楚风心中有了这种想法，因为楚风觉得这颗蓝色的宝石内蕴含的奥秘能够帮助楚风突破到龙纹级圣袍界灵师。而只要成为龙纹级圣袍，楚风不仅结界之术会更进一步，还将获得至尊境的战力。果然他对你有诱惑力，不过对老夫而言，真正的宝物还要数它。就在此时，斩妖大帝回转过头，将目光投向了身后的那把大剑之上。随后斩妖大帝将身后的那把大剑取下，那亲昵的眼神饱含感情，宛如对他来说那根本不是一把剑，更像是一位老友。此剑名为斩妖剑，跟随老夫多年，老夫正是凭借这把剑纵横祖武天河。斩妖大帝一边抚摸大剑，一边说道：“祖武天河吗？”可是听到祖武天河这4个字之后，楚风却是不由得发出感叹。其实楚风知道，他们所在的这道天河最初就是叫做祖武天河，只是因为后来这祖武天河被圣光一族统治，才更名为圣光天河的。而这斩妖大帝说他当年纵横于祖武天河，却不是说他纵横于圣光天河，可以看得出来，他生存的年代当真是非常久远，至少那还是一个圣光一族没有统治这方天地的时代。也难怪
连密洞群圣都说这斩妖大帝乃是远古之后最为强大的人物之一。老夫也是知道，如今祖武天河已经更名叫做圣光天河了。听闻楚风的感慨，那斩妖大帝也是意味深长的说道：“前辈也知道。”起初，楚风感到有些惊讶，毕竟斩妖大帝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但是很快，楚风又反应过来，斩妖大帝虽然死了多年，可是这缕残魂却是以特殊的方式存活了下来。而这么多年来，也是有着不少人来到过这斩妖大帝墓，所以他对于外界的变化有所了解，倒也是情理之中。这么多年来，也是有着不少人来过此处，老夫对于外界的变化自然是知晓的。斩妖大帝说道。果然，楚风猜对了，斩妖大帝是从外人的口中得知了外界的变化。不过，圣光一族能有今日成就，老夫也是有些意外，毕竟当年强大的家族有着不少，那个时候的圣光天族还不成气候，想必是后来圣光一族出了不得了的后辈吧。斩妖大帝感慨道。前辈，晚辈有一个问题。忽然楚风说道。你问问看。斩妖大帝说道。那下方的远古生物是怎么回事？您将墓地选于此处，难道是有原因？还是说那些远古生物也窥探于前辈您的传承，所以故意将巢穴驻扎在了前辈的墓地之下？楚风开口问道。如今楚风对于那些远古生物格外的好奇，之所以会这样，乃是因为颜如玉那远古生物的岩洞内出现了与颜如玉极为相像的壁画。紧接着，楚风又在这斩妖大帝墓内看到了颜如玉的残魂，并且还向自己求救。回想一下，当年的颜如玉以及亚飞还有慕容婉三人也是在缥缈仙峰的禁地内消失的，而在缥缈仙峰之内也是存在着远古时期的强大存在。当初楚风没有也怀疑过他们的消失是否与远古生物有关，而现在楚风更加觉得他们的消失可能真的是与那些远古时期的存在有关。但是对于那些远古生物，楚风所知甚少，所以只能向斩妖大帝求助了。尽管斩妖大帝是一缕残魂，并且哪怕他生前也是在远古时期之后的人物，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此处，并且他的守护阵法也利用了那些远古生物。楚风觉得斩妖大帝对于那些远古生物一定有着一些了解。那些远古时期的残存者吗？斩妖大帝问道。残存者，听的这三个字，楚风就意识到斩妖大帝对于那些远古生物一定有着一定的了解。其实那些远古时期的残存者才是此处真正的主人，我不过是一个后来者。至于为何将没落于此处，那也是因为老夫想用自己的意识来亲自挑选继承我这斩妖大剑的后人。但残魂岂能永存？哪怕设法延长时限，也需要特殊的力量来辅助，而此地便恰好有着这种力量。也正因为那力量，才让那些远古时期的残存者扎根于此地。不过你可千万不要试图去寻找那力量，那不是你能碰的。老夫能借用那力量，是与他们有着契约，但你若碰，他们不会允许，会为你招来杀身之祸。斩妖大帝以警示的口吻说道。他们似乎很强，并未非常具有威胁性。前辈，他们会不会一直留在此处吗？会不会对当代修武者造成威胁？楚风问道。这种事情谁说得清楚呢？我又不是他们。话题好像扯得有些远了。斩妖大帝说话间便再度看向了手中那把斩妖大剑，他似乎不想再聊关于那些远古生物的事情了。我的这把剑是有魂的，只是它随我一起死去了。如今这把剑已经不具备当年的威能，它只是一具躯壳，但对我而言，它依旧是最珍贵的宝物，而它才是我真正的传承。斩妖大帝看着手中那把斩妖大剑说道。从他的话语之中，楚风能够感受到斩妖大帝对于这把剑的确蕴含着极深的感情。只是楚风现在更想知道的是关于颜如玉的事。前辈，晚辈无意扯开话题，更没有对前辈不敬之意，只是刚刚在接受前辈您那精神力考验的时候，我看到了我朋友的残魂，他对向我求助，我觉得他的求助与那些地底深处的远古生物有关。前辈，您一直在此处，你可有见到过我那位朋友？楚风问道。他觉得在自己经受考验的时候，斩妖大帝应该是都在观察着楚风，楚风所看到的，斩妖大帝自然也就看到了，所以楚风觉得斩妖大帝应该也见到了颜如玉的残魂。抱歉了，小友，你的私事老夫不会管，也不会给你提示，你的路要你自己走，若你心中有疑问，不妨自己去解决。而现在你应该接受老夫的传承了。斩妖大帝此话说出，楚风便明白他是不会告诉楚风更多关于远古生物的事情了。只见那斩妖大帝手臂一扬，其手中的斩妖大剑便被其抛到半空，紧接着斩妖大剑以及4个武技卷轴，还有那蕴藏结界之力的蓝色宝石，全部向楚风漂浮而来，随后开始围绕着楚风缓缓旋转。这感觉当这几件物品开始围绕着自己旋转之后，楚风感受到了一股奇特的气息。这些东西便是老夫为你准备的传承，虽然数量不多，但绝非外面那些宝物可比，至少很适合现在的你。但是能否得到他们，不是得到老夫的认可，而是看你能否得到他们的认可。小友，这对你来说是最后一关，能否成功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斩妖大帝此话说完，楚风便感觉到那围绕着自己的力量突然倍增。此时楚风不敢怠慢，而是赶忙闭上双眼，专心的去与那力量相互交融。楚风知道，只要让这力量彻底与自己的交融，便是得到了认可。只是随着力量与楚风的交融，楚风开始融入这斩妖大帝墓内阵法的力量，他好像进入了阵眼之内。楚风能够观察到这斩妖大帝墓内的一些东西，甚至自己的精神力能够随意穿梭于斩妖大帝墓之中。楚风甚至觉得，倘若自己愿意的话，不仅是精神力可以随意穿梭，哪怕是自己的肉身也可以随时离开此处，跟随意识到达斩妖大帝墓附近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斩妖大帝墓内还是斩妖大帝外，楚风都可以瞬息到达。不过
楚风不能那样做，倘若那样做了，便与此时正在相互交融的力量断了联系，自然而然的，楚风也就将传承失败。不过，有了这种特殊的能力之后，楚风却也想着运用这能力去观察那些与远古生物，但楚风却发现他根本无法进入远古生物生存的岩洞之中，他的意识只能在斩妖大地墓内和外面游走。可是忽然间，楚风心中一紧，他看到了几道身影正在战斗。那几个人看不到容颜，因为身上围绕着神圣的光芒，但那光芒体楚风认识，所以楚风知道那几个人乃是密洞群圣。此时的密洞群圣具备着极为强大的力量，他们正在运用那力量围攻一个人。楚风不认识那个人，但那个人不仅长相古怪，且具备着极为强大的力量。他手中的拂尘每次挥动都可以释放出血红色的气焰，那气焰威力极强，在其攻势下，密洞群圣竟然节节败退。这个人是谁？他为何也掌握了这斩妖大地墓内阵法的力量？楚风感到非常震惊，他能感觉得到，此时那个手握拂尘的古怪之人之所以能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乃是因为他也掌握了斩妖大地墓内的阵法力量。他是凭借斩妖大地墓内的力量来压制密洞群圣的。可是凭什么他所得到的斩妖大地墓内的力量比密洞群圣还要强？是那拂尘吗？他是凭借那拂尘得到了如此强大的力量。最终，楚风将目光放在了那拂尘之上。楚风觉得那拂尘才是一切的根源，他应该凭借那拂尘才获得了斩妖大地墓内阵法力量的。就在楚风思考的时间，密洞群圣已经全部败北。随后，只见那位手中的拂尘摆动，一道血红色的气焰便化作一只巨大的手掌，将躺在地上的密洞群圣连根拔起，全部抓了起来。紧接着，那位便带着密洞群圣向外航去。血雾天尊，之前的事情我们本就吃了大亏，我们兄弟如今并不亏欠于你，你为何还要对我们出手？密洞群圣的老大问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们应该知道本尊为何这样做，要怪只能怪你们的命不好，偏偏遇到了本尊。那位发出了阴森的笑声，而那笑声之中竟是嘲讽之意。血雾天尊。而听到他们的对话，楚风也是得知了那位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楚风已经无法去观察其他地方，他的目光始终跟随着血雾天尊以及被其抓到的密洞群圣。很快，血雾天尊离开了斩妖大地墓，来到了外面。直到此时，楚风可以看到诸天门的大军，但同时楚风还看到了密洞群圣的其他人。原来密洞群圣的所有人都被那血雾天尊抓住了，并且提前被抓住的人全部都被血红色的柱子穿透身体，钉在了地上。这个混账！见此一幕，楚风气得咬牙切齿，同时内心也变得不安。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见此情形，楚风就知道密洞群圣是要倒大霉了，他们甚至有生命危险。密洞群圣，你们到底将宝贝藏在哪了？就在此时，诸天门的一位太上长老上前问道。在血雾天尊去抓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搜密洞群圣的身上，无论是乾坤袋还是要衣服，他们都翻了个遍。可是莫说他们那被抢走的宝物没有找到，哪怕是密洞群圣身上的乾坤袋内，也都是一堆破烂，什么宝贝都没有。他们的宝物应该藏匿在他们的身体里。密洞群圣，你们是自己拿出来，还是本尊动手？若是本尊动手，你们怕是无法避免的，将要遭受皮肉之苦了。血雾天尊说道。哼，有本事你就试试，只要我们不想拿出来，就算杀了我们，你们也什么都找不到。密洞群圣老大说道。既然你们要自讨苦吃，那就别怪本尊无情了。那血雾天尊说话间，便挥动手中的拂尘，紧接着一大片血红色的气焰自拂尘释放而出，随后化作无数把利刃，悬于半空之上，欲要掠入密洞群圣的体内。等一下！可就在此时，拓跋承安却是忽然开口制止。密洞群圣，我们与你本无冤无仇，我也知道你们是受那修罗指示才抢夺我们的宝物，与我们为敌的。这样，只要你告诉我们那修罗在哪里，再将抢走的宝物交出来，我们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放过你们。拓跋承安说道。而他此话一出，楚风则是心中一紧，他突然意识到密洞群圣被抓似乎还与自己有关。可就在下一刻，楚风的内心则是剧烈一颤，随后整个人的内心都是变得酸楚起来。之所以会如此，只因密洞群圣老大所说的话。我密洞群圣的确视宝如命，为了要得到宝贝，我们也是做过一些缺德的事情，但我们密洞群圣是有底线的。虽然与修罗兄弟相识不久，但我们绝对不会出卖他。今日落在你们手中，是我们无能，我们认了。你们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但想我们出卖兄弟，那可真就小看我们密洞群圣了。看来你们是要自讨苦吃了。既然如此，就成全你们。拓跋承安冷然一笑，随后看向了血雾天尊。血雾天尊心领神会，只见其手中的拂尘轻轻一挥，随后对着密洞群圣一指，总共11道血红色的利刃从虚空射下，分别进入了密洞群圣11人的身体。那血刃入体，密洞群圣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旁人可能不知密洞群圣为何如此凄惨，但唯有密洞群圣自己知道。那血色利刃进入身体，竟如虫子一般在自己的体内乱窜，穿透骨骼，穿透五脏，穿透六腑，斩断经络，重点是伤其灵魂，并且那血色利刃似乎藏毒，那种痛感常人难忍，连密洞群圣也是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就连旁人都是心惊胆战。虽然不知密洞群圣究竟承受着怎样的痛楚，但只是听到他们的凄厉叫声，都能想象他们所承受的折磨定然极为痛苦。还不肯将宝物拿出来吗？血雾天尊问道。少废话，有本事就杀了我们！密洞群圣老大怒吼道。别急，好戏才刚开始。血雾天尊诡异的一笑，随后拂尘再次挥动，下一刻竟有数十道血色利刃飞落而下，进入了密洞群圣的体内。这一次
那血色利刃不仅在体内穿梭，更是飞出体外，然后再进入体内。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一道道血色利刃从密洞群圣的体内飞出，然后再钻进去。而伴随着那血刃的穿透，就连密洞群圣遮盖身体的长袍都被摧毁。很快，密洞群圣的真容也是暴露在了众人面前。而看到此时密洞群圣的模样后，众人都是感到惊讶，因为暴露在他们面前的密洞群圣虽然已是遍体鳞伤，可那血色利刃并没有伤及他们的头颅，更没有伤及面容，所以他们面容完好。只是他们的模样并不像是人，他们皮肤为暗绿色，眼球为暗红色，有着牛一样的鼻子和猪一样的耳朵，就连嘴巴也是非常的大，并且在他们痛苦哀嚎的时候难免张大嘴巴。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牙齿竟是尖锐的獠牙，那个模样根本就不是人们眼中的界灵师，更像是妖族之人，甚至更像是怪物。真是想不到密洞群圣竟然不少人族，而是一群怪物，难怪整日遮遮掩掩，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拓跋承安讽刺地说道，就算我们是怪物，也懂得什么叫做义气，可你们连怪物都是不如。密洞群圣老大忍着痛楚反驳道，真是可笑，一群怪物竟然还讲什么义气。拓跋承安说完此话，看向血雾天尊，天尊，难道他们不主动交出来，就找不到他们夺走的宝物了吗？当然可以找到。血雾天尊说话间看向密洞群圣，你们若是主动交出来，我饶你们一命，若是要我自己取，你们可是要小命不保了。少废话，落到你们手里，我们兄弟就没想活，要杀要剐，你们尽管来。至于我们兄弟身上的宝物，哼哼，血雾天尊不是看不起你，若是我们兄弟不想交出来，就算你将我们兄弟弄成粉碎，也别想找到那些宝物。密洞群圣老大说道，哼，那我倒是要看看，是你们藏匿宝物的本事强，还是我血雾天尊探寻宝物的本事强了。只见血雾天尊手中的拂尘挥动开来，那漫天的血色利刃如同暴雨一般，全部掠向了密洞群圣。下一刻，这方天地只剩下了一种声音，那是密洞群圣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惨叫。可恶！见此一幕，楚风的内心非常的痛楚，就好像那些血色利刃穿透密洞群圣身体的同时，也穿透了楚风的身体一样。楚风的内心痛苦万分，快一点，再快一点啊！楚风焦急地低吼着。楚风自从开始与那传承相融，不仅可以观察到斩妖大地幕内的一切，楚风还发现他能掌握极为强大的力量，那是斩妖大地幕内的阵法力量，而这力量也是传承的一部分。虽说这力量只能在斩妖大地幕之内以及附近使用，可是这力量却足以挽救密洞群圣，击溃那血雾天尊。不过楚风若是正常与传承融合，去得到传承认可，那么他获得这斩妖大地幕内阵法力量的速度将非常的慢。所以楚风在知道密洞群圣遭受危险之后，便开始转变融合方法。楚风开始全力融合那阵法内的力量，而不去管那些传承。小友，你若是这样做，就等于放弃了传承。就算你能救你的那些朋友，可是你也将失去得到传承的资格，就连你所得到的阵法力量也无法长时间维持。就在此时，一道声音映入楚风的耳帘，那是斩妖大帝残魂的声音。前辈，我知道这后果是什么，只是晚辈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折磨致死，只能辜负前辈的好意了。楚风说完此话，便闭上双眼，他不顾一切，开始尽最大的努力去融合这阵法的力量。若是这样，那未免太可惜了。见楚风已经做了决断，斩妖大帝略感遗憾地摇了摇头。此时，那凄厉的惨叫仍在响彻着，只是相比于先前，那惨叫声已经变得非常的虚弱。密洞群圣总共11人，就如同11滩血肉模糊的烂肉趴在地上，他们已经无力挣扎，但身体却无法自控地在抽搐着，就连声音也是变得有声无力，他们就跟快要死了一样。可哪怕如此，那无数道血刃却如同暴雨一般围绕着他们，不断地从他们的身体来回穿梭。血雾天尊还是找不到那至宝吗？拓跋承安问道。放心，本尊一定能够找得到。血雾天尊仍旧自信满满。那就有劳天尊了。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拓跋承安是很没有底气的，他毕竟是一位至尊境的修武者，就算戒灵之术不如血雾天尊，可是他的感应力也是非常敏锐的，他能看得出来密洞群圣已经快撑不下去了，这样下去密洞群圣很快就会死。密洞群圣的生死他根本不在乎。事实上，就算密洞群圣愿意说出那修罗的下落，他也根本没打算放过密洞群圣，他不会容许任何挑衅他诸天门的人活下去。只是他担心那些斩妖大地幕内的宝物，尤其是听那些曾得到过那些至宝的长老形容之后，他更是知道那些至宝的珍贵。他害怕密洞群圣死了，就真的找不到那些至宝了。可恶！突然间，那原本已经丧失动力的密洞群圣身体竟然开始剧烈挣扎起来。对于这种情况，众人感到不解，因为他们的整张并不像是因为单纯的身体痛楚，更好像他们是想要逃脱，或者是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一样。密洞群圣，本尊说过，你们体内的宝物，本尊一定找得到。血雾天尊忽然大笑起来，紧接着他手臂一挥，数道光华竟自密洞群圣的体内飞掠而出，那些皆是宝物，并且个个价值不菲。不仅有斩妖大地幕内的宝物，还有着其他宝物，同样价值不菲。那些宝物金光璀璨，简直如同太阳一般耀眼。最重要的是，数量非常的多。密洞群圣11人，简直就像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大宝藏。他们的身体之内藏匿着无数至宝，甚至有些宝物究竟是做什么的，人们都不清楚。但那远古的气息，那浑厚的气息，让人们知道那一定是非常厉害的宝物。早就听闻密洞群圣身上有着许多宝物，不曾想竟真是如此，简直是大开眼界啊！此时，先前还一脸郁闷的诸天门众人，一个个的皆是喜笑颜开，因为他们发现
似乎密洞群圣身上的宝物比斩妖大地目还要珍贵。原来这密洞群圣才是真正的宝藏。此时他们忽然觉得，先前他们的至宝被密洞群圣抢走，乃是一件好事了。若不是宝物被抢走，血雾天尊也不会出手。血雾天尊不出手，他们也不可能发现，原来密洞群圣的体内藏着这么多宝物。事先说好，斩妖大地目内的宝物归你诸天门，而密洞群圣身上的宝物则是归老夫所有。血雾天尊说道。听到这个声音，诸天门的众人皆是非常的不爽。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可是诸天门的人，而诸天门可是诸天星域的霸主。身为诸天星域的霸主，向来什么都是他们的，别人休想与他们争抢。只是这血雾天尊的本事，他们都看在眼里。这个家伙实在太可怕了。他们很清楚，哪怕他们的太上长老拓跋承安，恐怕也不是这位血雾天尊的对手。所以，就算他们再不爽，却也只能选择忍了。忽然之间，那悬在半空之上的诸多至宝，如同流星一般，开始向远处飞掠而去。那竟是一道结界门，所有至宝全部都飞入了那道结界门之中。本来人们还以为是血雾天尊将那些至宝收了起来，可是他们惊愕地发现，此时血雾天尊的脸色竟然非常的难看。是何人胆敢抢本尊的宝物？血雾天尊愤怒地吼道：“抢夺！”听闻此话，诸天门众人也是恍然大悟，原来那不是血雾天尊将宝物收了起来，而是有人将那些宝物给强行抢走了。但是是谁呢？是何人能够在血雾天尊的眼皮底下将那些宝物全部抢走？猛然之间，一道光芒体自那结界门飞掠而出。那光芒体出现之后，所有人都是心神一震，因为那力量太强了。不过那光芒体却并没有向诸天门的众人飞掠而去，反而是直奔密洞群圣而去。那光芒体来到密洞群圣身上后，便忽然落下，笼罩在了他们身上。紧接着，人们能够看到密洞群圣那原本血肉模糊的身躯竟然开始恢复，不仅伤口愈合，就连血液都是重新涌入了他们的体内。不仅是他们身体上的虚弱，就连原本被蒸发的血液，原本流入土壤的血液，竟然全部恢复，涌入了密洞群圣的体内。这种情况下，原本奄奄一息，马上就要死亡的密洞群圣，不仅伤势愈合，他们更是纷纷坐起身来，那个模样简直就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根本不像是先前就差点死掉的人。此时，莫说诸天门的众人一脸震惊，就连密洞群圣的11人自己也是一脸茫然。看来是遇到对手了。既然阁下已经得到了斩妖大地目内的阵法力量，又何须躲躲藏藏？不如直接出来与老夫进行对决吧。血雾天尊此话一出，诸天门的人也是知道为何那位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了。搞了半天，那位得到了斩妖大地目内阵法的力量，只是又是何人，竟然得到了如此强大的阵法力量呢？你放心，今日你们都要死。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也是随之响起。听到那个声音，莫说密洞群圣神色一动，就连诸天门的众人也是神色一动，因为那个声音是如此的熟悉，好像是修罗的声音。而就在众人感到震惊之际，一道身影也是从那结界门内走出。看到那位之后，原本就脸色难看的诸天门众人脸色变得更加难看，尤其是拓跋承安以及南宫一凡等人。可是相比于诸天门众人那难看的脸色，密洞群圣可就是喜出望外，一个个的又蹦又跳，甚至发出了欢呼与尖叫。因为此时出现的人不仅仅是楚风，此时楚风的身上还缠绕着极为磅礴的能量体，那能量体如铠甲一般覆盖在楚风的身上，哪怕只是用肉眼观看，人们也能够感受得到此时的楚风是多么的强大。竟然真的是他，可是他不是一个小辈吗？一个小辈是如何得到如此强大的力量的？诸天门的众人吓坏了，他们能够感受到此时的楚风是多么的强大，可是楚风越是强大，对于他们来说便是越加的不利。拓跋承安，你不该对我的好友出手。此时楚风将目光投向拓跋承安，看到楚风那凌厉且充满杀意的目光，拓跋承安也是心中一紧，他此时怕了，因为他觉得楚风具备着他无法抗衡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他真的想大喊一声，明明是血雾天尊出手的手，而不是他呀。可就在这时，楚风已然出手了。只见楚风抬手一掌，那原本覆盖在他身上的力量便如泄闸的洪水一般自其体内冲出。那力量冲出之后，便化作巨大的手掌，手掌之大宛如山峰，他自空中划过，连虚空都是剧烈震颤。此时更是直奔拓跋承安而去。看到那能量巨掌的一瞬间，诸天门的众人吓得脸色苍白，在那一刻仿佛已经魂飞魄散，他们都能感觉到那能量巨掌的可怕。在他们看来，那能量巨掌所隐藏的力量足以将他们所有人抹杀。可忽然之间，一声巨响炸开，那强大的能量巨掌竟然化作道能量体，四分五裂，在虚空瓦解开来，是血红色的气焰。此时一道红色气焰盘旋于能量巨掌之前，而正是那血红色的气焰将楚风那能力巨掌给轰散开来，而那乃是出自血雾天尊手中那把浮沉的力量。小鬼，你可莫要以为只有你获得了此处阵法的力量。血雾天尊说道。且说完此话，血雾天尊看向了拓跋承安，拓跋长老，接下来的战斗可能不是你们能够承受的，所以还是先离开这里吧。此子所得到的阵法力量虽然极为强大，可只能在这斩妖大地墓内附近施展，你们远离此处，他便无法奈何你们了。至于离开此处，他将失去那阵法的力量，无法与你们抗衡。血雾天尊对拓跋承安说道。天尊，那就有劳你了，只要收拾此子，抢回那至宝，酬劳我们还可以加。拓跋承安说完此话，便转身离去。他竟然真的带着他诸天门的众人离去，休想走！见状，楚风则是怒吼一声，紧接着那磅礴的力量便再度释放而出，这一次化作千军万马向那拓跋承安追击而去。砰砰！可是
那千军万马却在半空之中爆炸开来，原来是有漫天的血色箭雨自那千军万马身上掠过，又是那血雾天尊。小子，你的对手是本尊。那血雾天尊看着楚风诡异的一笑，随后只见其再度挥动手中的拂尘，刹那间磅礴的血色气焰开始如同潮水一般自其身前出现，然后如同亿万大军一般，夹带着刺耳的咆哮声以及那主宰天地般的威压，向楚风直奔而去。哼，你可真是找死！见此情形，楚风也是冷哼一声，紧接着磅礴的能量体便向血雾天尊冲击而去。一时间，金色的光芒体与那血红色的气焰开始相互交织，哪怕已经逃到数万里之外的拓跋承安等人，也是能够看到远方那耀眼的光芒以及不断扩散的涟漪。但是非常诡异的是，那涟漪明明那么恐怖，明明可以扩散到万里之外，哪怕拓跋承安等人所在的地方都可能会被波及，可是偏偏那涟漪扩散的距离还没有多远，便开始消散，并且还是瞬息消散，就好像到了一个临界点，在那个临界点有着一股力量可以将那涟漪瞬间吞噬一般。果然，血雾天尊说的没有错，那修罗虽然得到的阵法力量非常的强横，连老夫都可以被他轻易抹杀，但是那阵法的力量却有限制，他只能在斩妖大地目的周围施展那力量。此时，拓跋承安感叹道：“太上长老大人，那修罗怎么会得到如此强大的力量？先前密洞群圣身上的力量也是阵法的力量吧？可是却远不如此子，难道说此子真的这样厉害，连密洞群圣都不如他？”此时，诸天门有长老问道。问这话的时候，他是有些恐惧的，他开始恐惧楚风的力量，不是他胆小怕事，而是先前楚风对他们发动攻击的时候，他真的感受到了死亡的味道。他觉得只要那一掌落下来，他们都要死，就连拓跋承安都救不了他们，甚至换句话说，若不是血雾天尊在，他们都已经死了。此子的确有些手段，毕竟在红衣圣地的时候，他就已经击败过密洞群圣了，所以他在这斩妖大地目内得到如此强大的力量，倒也不足为奇。不过总归也是一件好消息，此子如今依旧是独自一个人，密洞群圣冒充他的手下，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这种种迹象都在说明，此子虽然天赋异禀，有着诸多过人手段，但很可能他真的是孤身一人，并没有人为他撑腰。这样一来，我们倒是能够放心的对付他了。拓跋承安说道。太上长老大人所言极是，只是那血雾天尊到底是何来头啊？他为何如此强横？如果说那修罗与密洞群圣是早早的就来到了斩妖大地目，通过特殊的手段，他们占得了先机，还能够理解。可是那血雾天尊明明是与我们一起来的，在此之前，他应该没有踏入过那斩妖大地目才对。诸天门的长老说道。血雾天尊是一个界灵奇才，他在界灵之术方面的造诣是非常顶级的，再加上他手中那把血玉浮尘，可是一件远古时期的至宝。据说那血玉浮尘乃是远古时期一位顶级界灵师的宝物，所以无论任何一技，只要他能进入其中，便可以通过那把血玉浮尘获得其中阵法的力量，成为其中的主宰者。这也是为何我愿意用大价钱请他的原因。当然，这个代价也着实太大了一些，但很显然，这个价钱也是很值的。血雾天尊他的本事的确值得我们用这样的价钱请他出手。拓跋承安说道。是啊，对于拓跋承安所说的话，众位长老也是纷纷点头。太上长老大人，那血雾天尊好像被压制了。可就在此时，忽然有长老开口说道。那位长老手握一面镜子，透过那镜子，哪怕那汹涌的涟漪也会消散，对于远方的情况看得非常的清晰。给我看看。拓跋承安将那面镜子夺过，而这一看不要紧，就连他也是脸色大变。此刻透过那镜子，他能看到血雾天尊所释放的血红色气焰已经变得非常的稀少，可是楚风所释放的金色能量却依旧磅礴。两者虽然还在交手，可对比之下，简直就是江河与溪流的区别。只不过那如同溪流的乃是血雾天尊，而那如同江河的乃是楚风。突然间，一声巨响传来，楚风再度发动了凶猛的攻势。这一次的攻势比先前的要凶猛得多，而在这一次的攻势之下，那血雾天尊的攻势不仅被轰得彻底崩碎，就连血雾天尊本身也是被轰成了粉碎。血雾天尊竟然败了，这一幕也被其他长老看到。此时他们一个个的脸色惨白，脸上布满了惊恐。尽管他们已经知道楚风所得到的阵法力量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施展，可是看到楚风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他们还是发自内心的感到恐惧。他们害怕万一楚风拜托了那限制该怎么办？若是能够摆脱那限制，他们都要死。况且楚风本身能够掌握那强大的阵法力量已是很不可思议了，就算他摆脱限制，也并非就是一定不可能的事。太上长老大人，我们该怎么办啊？慌乱之下，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拓跋承安。这种时候，他们也只能靠着拓跋承安做主了，还能怎么办？当然是离开。忽然之间，一道声音响起。当那声音响起之后，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因为那声音并不是拓跋承安的声音，并且也不是他们在场之人的声音。顺声观望，他们皆是脸色大变。此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的大军之中，那位竟是血雾天尊。别这么震惊，本尊可还没那么容易死。血雾天尊淡淡的说道。虽然他还活着，并且逃到了这里，但是此时的他脸色也是有些难看，说明给他还是负了伤。天尊可还有其他办法去对付此子？拓跋承安问道。他的力量你也看到了，连本尊都收拾不了他，你有什么办法吗？另外，老夫劝你一句，不要想着在这里等他，等待他离开斩妖大地目再对付他，这可不是明智之举。虽说他所得到的阵法力量只能在斩妖大地目的一定范围内使用，可是他却可以通过那力量
将自己传送到很远的地方。所以你若想在这里守着，等着他离开斩妖大地目，再对他出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那小子不可能傻到大摇大摆的出来，让你们抓住他。血雾天尊说道。那难道说我们就只能这样认栽了？拓跋承安说道。他们占得了先机，得到了斩妖大帝真正的传承。哪怕本尊这血域浮尘所吸取的阵法力量再强，可也不如他那正统的传承。虽然很不想认输，但这一次本尊的确是输了。血雾天尊说道。天尊，既然这样，那报仇之事我诸天门便也无法兑现了。拓跋承安说道。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难道说本尊刚刚救了你们，不是更大的恩惠吗？血雾天尊说话之时，目光突然变得阴冷起来。与此同时，这方天地都是瞬息变得无比寒冷，就宛如突然之间进入了无尽的寒冬。可是那并非是真正的寒意，而是来自于强大的威慑力。此时就连拓跋承安也是有些害怕了，因为他早就听闻血雾天尊不仅戒灵之术力奥德，其自身修为也是非常强横。只是至今为止，并没有人知道血雾天尊到底是何修为。但可以确定的是，凡是得罪了血雾天尊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人，正因为太过危险，哪怕他诸天门也并不愿意与血雾天尊做交易。若不是欧阳大师被吓跑了，黄大师也不是密洞群圣的对手，他也不愿意与血雾天尊做交易，因为他清楚与血雾天尊的交易要么不存在，只要存在了就必须履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血雾天尊这一次明明没有完成任务，若是让他们按照交易付给血雾天尊报仇，他自然不情愿。可是看眼前的架势，他似乎也没有选择了，他只能选择付给血雾天尊报仇，完成血雾天尊答应的事情，否则他们今日可能会死在这里。可就在这时，那血雾天尊却是忽然大笑起来。放心，本尊向来遵守承诺，本尊说过，若是不能将那至宝取回，本尊分文不取。诸位长老，这次未能帮你们拿到至宝，是本尊失误了，但下一次本尊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所以还有需要的话再联系本尊吧。血雾天尊哈哈大笑，随后便踏入了那辆诡异的战车之内。铃，铃声飘荡，消失远方。可拓跋承安等人却久久没有缓过神来，先前的一幕太可怕了，他们是真的以为他们会死掉。好在这血雾天尊还是一个有诚信的人，否则他们是真的要吃大亏了。太上长老大人，那修罗还有密洞群圣不见了。就在此时，有长老惊呼道，而回头观望，拓跋承安等人也是发现，果然楚风和密洞群圣全部消失不见。可恶，竟然就这样被他们摆了一道。太上长老大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难道那斩妖大地目的宝物就这样让给他们了吗？诸天门的众长老很不甘心地说道。若是不然，你们还有其他办法吗？拓跋承安问道。听闻此话，众位长老默默不语，他们的确没有其他办法，毕竟在那斩妖大地目之内，连血雾天尊都不是楚风的对手，他们又能怎么样？君子报仇，10年不晚，日后有他们的罪首。拓跋承安冷哼一声，随后便大袖一挥，转身而去。虽然他这话说的轻巧，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拓跋承安的内心其实比他们所有人都要愤怒得多。毕竟那丢失的可是他们惦念了多年的斩妖大地目的宝物啊！今日他们可是真的吃了一个大亏。此时的楚风已经与密洞群圣再度回到了斩妖大地目之内。修罗兄弟，原来你没死，反而得到了比我们还厉害的阵法力量，看来你是对的，是我们兄弟错了呀。此时密洞群圣那叫一个激动，若不是楚风出现，他们就都得死。是楚风救了他们一命，所以他们非常庆幸当时楚风选择了另外一道门，还是修罗兄弟靠谱。那阴阳指路灯根本就是不靠谱的。不对啊，若是阴阳指路灯不靠谱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踏入了死门，我们不应该活着出来，更不应该得到阵法的力量啊。就在密洞群圣其他人埋怨的时候，忽然有人说道，对啊，好像是这么一回事。那可是修罗兄弟，他也活着出来了呀。他不仅活着出来了，他还得到了比我们更强大的阵法力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此时密洞群圣更加不解了。其实阴阳指路灯是正确的，你们进入的乃是生路，我进入的是死路，只不过那死路并非必死之局，若是能破局，便可得到真正的传承。楚风说道。修罗兄弟，那你是得到了真正的传承了？密洞群圣问道。此时楚风面带笑意，却并没有说话，他不想让密洞群圣心里有负担，所以不愿意告诉他们真相。忽然楚风面露痛苦，紧接着竟瘫坐在地。与此同时，那缠绕楚风的能量铠甲也是随之消散，而密洞群圣也能清晰地看到，此刻楚风的脸色是多么的难看。对于楚风忽然间的变化，密洞群圣皆是大惊，赶忙来到楚风身前，替楚风诊断伤势。可是这一诊断不要紧，楚风竟然如此虚弱，并且骨骼碎裂，经脉断裂，那种种症状就像是服用禁药遭到了反噬一般。修罗兄弟，你这是怎么了？此时密洞群圣一般帮助楚风疗伤，一般询问起来。那血雾天尊太强了，我的力量难以胜他，没有办法，只能透支力量，以反噬为代价来压制他，所以才会这样。本来以为能够直接将他杀了，只是可惜还是被他逃了。楚风虚弱地说道。哇，血雾天尊没死吗？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当听闻楚风的话后，密洞群圣既震惊又心疼。他们震惊，在楚风那等攻势下，血雾天尊居然都能逃脱，但相比于震惊，他们更心疼，心疼楚风为了救他们，竟然不惜伤害自己。没事，反噬而已，小问题。你们几个长得本来就丑，就别露出那副悲伤的模样了，真的是太丑了。楚风一脸嫌弃地看着密洞群圣，毕竟此时的密洞群圣真实面容就那样暴露在楚风的面前。你这小兔崽子，既然嫌我们丑，你和我们是兄弟，
所以你也好不到哪去。对我们好歹瞅得有特色的，你就实在太平庸。密洞群圣真是不要脸，居然侮辱齐楚风的长相。不过楚风也没有反驳，他如今用的乃是修罗的面容，而不是他自己的真实面容。这修罗的面容看上去的确平平无奇，要颜没颜，要气质没气质。还真别说，密洞群圣口中的平庸二字，对于修罗这个形象来说，还真是贴切。虽然楚风强行对抗血雾天尊，导致他丧失了那阵法力量，还遭受了反噬，但是密洞群圣终究是还是有些手段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楚风的伤势也是开始缓解。修罗兄弟，按你所说，你应该是得到了更为强大的传承，到底得到了什么好东西？与我们说说呀。在楚风伤势缓解后，密洞群圣好奇地询问起来。他可没有你们的收获多。可还不待楚风开口，一道苍老的声音忽然响起，伴随那声音而来的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他们身旁。你是谁？见到忽然间出现的这位，密洞群圣顿时目露警戒之色。毕竟刚刚经历了血雾天尊那种狠角色，他们本就有些后怕，如今又无声无息的出现了这样一个不明来历的家伙，他们自然警戒。前辈，您怎么来这里了？看到眼前这位，楚风则是有些惊讶，因为眼前这位正是斩妖大帝的残魂。斩妖大帝的残魂本应该在那昏暗大殿之内，所以他出现在这里，楚风才会有些惊讶。可是仔细想一想，这斩妖大帝墓都是他的，他出现在哪里，其实都不足为奇，倒是楚风大惊小怪了。虽然楚风眼中的惊讶消除，可是密洞群圣可就目露好奇了。修罗兄弟，你认识这位？密洞群圣对楚风询问道。他便是斩妖大帝。楚风说道。斩妖大帝，听闻这4个字之后，就连密洞群圣也是肃然起敬。毕竟斩妖大帝是何人物，他们比楚风还要更加清楚。拜见斩妖大帝。下一刻，密洞群圣竟然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相比于楚风的弯腰抱拳，这密洞群圣竟然直接跪在了地上，并且还是双膝在地。楚风还是第一次看见密洞群圣如此正经，不过是一缕残魂罢了，受不起你们这样的大礼。斩妖大帝淡淡一笑，随后手臂轻轻一挥，一股柔和的力量便直接将密洞群圣搀扶了起来。真是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够见到传说中的斩妖大帝，真是死而无憾了。在我的想象中，斩妖大帝威武霸气，真是想不到，当我见到本尊之后，这本尊竟然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傲的。密洞群圣一个个的赞叹不已，就连小眼神也是满满的崇拜之色。可是听到这里，楚风却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了，这些家伙怎么这么像拍马屁呢？